9199999，10亿！啊！10亿标准俯卧撑达成，恭喜宿主激活一拳秒杀能力，每日1次秒杀权限，上限大帝境界。啊，大帝！那我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在这个仙道为尊的世界里，我却穿越成了灵根破碎、只能修武的倒霉鬼。本以为当地人吓人了，又觉醒了逆天外挂，老子要逆袭了！作为激活系统的代价，宿主将永久失去头发。头发，我的秀发，我怎么就秃了？变强了就会秃，是这个世界的真理。狗屁真理！等等，如果我真的变得像那个光头一样，那我岂不是刀枪不入了？到时候什么圣女、魔女、仙女都得求着和我成婚。叶尊，滚出来！我要退婚。哦，你这废物命够大呀！被我废了灵根还没死，早知道当初就直接了结了你。是这两个贱人！昔日的叶家大少爷，现在沦落成这副模样了。叶家都被毁了，你还觊觎我师妹？我的灵根还不够，再废了他的手。师妹放心，我会让他彻底变成残废。狗男女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！尽管来，管你是人是鬼，杀你都易如反掌。我正要找你们！你找我们秀一下你的新造型吗？秃子！住狗窝当秃驴，你现在连最后一点人样都没了，还妄想和我成婚？你懂个屁呀！这是强者的象征。行了，少转移话题。今天这婚你不退也得。我退。这么干脆？像你这种和烂人乱搞的女人，给我提鞋我都不要。很好，本来只是想废了你，现在老子要剁了你的狗头。正好，就拿这个下三滥来试一试我的一拳秒杀。师兄住手！师妹，你在可怜他。你忘了吗？我们得先拿到玉佩再杀他。我当他还有点良心，没想到是他想捞东西，死老女！叶尊，你现在就是个废物杂役，而我贵为圣女，当然要选择更好的人。念在我们两家是旧相识的份上，你现在交出祖传玉佩，滚出青云宗，我们还可以放你一马。玉佩里藏着我宗的地级双修功法，10项就交出东西滚蛋，不然我剁了你的手。就这个，你们想要？哼，没门！你毁了他，那可是地级功法！叶尊，你这个疯子！我要杀了你！嘿，我操！怎么会？这废物的一拳堪比大帝境界！杀手锏！嘿！师兄跑了？什么狗屁生死啊！竟然拿跑路当大招，丢人！青儿，这小子似乎身怀邪术，我去向师尊汇报一下情况，你先自己应付应付。哼，废物东西，学了几招邪术就敢在这装腔作势，看我不把你打回原形！你来哦！温馨提示：本技能每日只可使用1次，升级可提升次数。我去，坑爹系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没技能了，我岂不是要被温情暴打？检测到宿主刚才秒杀的对象为无生命目标，回档重新更新。没打出活着就不算，很好，白嫖了一拳。完了，他太强了！怪物！还活着，打没打中啊？萧红颜，认命吧，你已经中了本宗门秘制毒药情欲断魂散。哼，半个时辰内不和男人交合，就算你这尊大帝也得死翘翘。鬼莫愁，耍这种下流手段，你愧为鬼宗宗主，本帝死都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，以为你能跑得了？夺了你的元婴，我就能突破大地，位列仙班。乖乖当我的女人吧！蠢娘们，找到你了！哪来的仙人之力？老夫竟然敢能娘！不要，我错了，叶哥哥。求饶？晚了，老子这些年受到的羞辱，要连本带利的从你身上讨回来。系统不是说只要没击中实体目标就可以回档更新吗？
根据检测，你的这一拳已经击中实体生效。今日一拳秒杀技能已经使用完毕。睁眼说瞎话，那一拳击中谁了呀？文清不是好端端的站着吗？还把我弹飞了！还我一拳技能，还我技能！差点被你唬住了。看来你是寻到了什么能瞬间提升自己力量的符箓。但以你这个废物的力量，能打出2拳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？把符箓交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师妹快回来！师尊要我们当面汇报关于叶尊玉佩和邪术的事情。哼，算你走运，下次可没人能救我。系统，你现在最好赶紧跟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把我今日的一拳技能还回来！不可以哦，但检测到宿主遭受危机，为保证宿主安全活下去，自动收录地级双修功法，望宿主勤加练习，可以让一拳秒杀的能力更上一层楼。双修功法？这么说，你要给小爷发一个道侣？给不了，但你不还有自己的双手吗？我靠，真的会掉！美女，你是？别说话，吻我。我竟然被枪补了！双修之后，我竟然迈出了半步，突破了大地，来到了半步仙人境界。这家伙应该不只是个普通人吧？罢了，回头再好好调查，先找鬼宗算账。我已经记住你的模样，胆敢在外头乱嚼舌头根，我一定阉了你！本帝说到做到。鬼莫愁，你毁我清白，我定要扒了你的皮！凶什么凶？吃亏的是我好吧？小爷我第一次就这么稀里糊涂没了，翻身了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检测到与宿主发生关系的女子为大地修为，宿主一拳秒杀能力晋升为仙人模式，每日可使用一拳秒杀技能2次。仙人模式？莫非现在我变得跟那个黄毛忍者一样？忍者个屁！意思是你现在可以一拳秒杀5品仙人级别的对象了。你个系统每次提醒都不及时。算了，现在我的技能又进阶了，小爷这就去打爆那对奸夫淫妇的脑袋，为我那被毁的灵根复仇。师尊，那个叶尊肯定是弄到了什么符箓，所以才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大惊小怪，保命符箓都是些一次性的低级玩意儿，拿来擦屁股都嫌硌，太硬。让你们去拿的地级双修功法拿到了吗？弟子无能，没能取到功法。师尊，那叶尊先是捏碎了玉佩，又用妖术来吓我们。废物！我派功法如若被毁，派内法器必然警示。我1天都没听到动静，说明那叶尊根本没有毁掉双修功法。师尊息怒，我这就派人把叶尊杀了，提头来见你。蠢货！万一叶尊吸收了功法呢？他一死，这功法就彻底没了。要抓活的来！师尊，我们这就去找叶尊。师妹，我们走。王腾、文晴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给小爷滚出来！奸夫淫妇，老子来取你们的狗头来了！这家伙向圣子宣战，是怕自己死得不够惨？他连根被圣子废了，估计是气疯了，在这无能狂怒。王腾，你个草包废物，被小爷一拳吓尿，不敢出门了。行了，圣子不过懒得搭理你，你这种货色哪里轮得到圣子动手？赶紧滚，别在这哗众取宠！这家伙明明是个小杂役，身上却有如此强大的威压，就拿你开刀！狗东西，来得正好，把双修功法交出来。之前被你愚弄了，这次不把你大卸8块，老子不姓王。那是我留你一命，没想到你现在还敢主动来送死。不干掉你们，本小爷哪儿都不会去。倒是你们，别再想跑路。少废话，不想死得太惨，就立刻交出双修功法。哼，很好，亮出你们的本事，这样打爆你们才爽。什么？刚才叫的挺凶，你倒是动手啊！别像个缩头乌龟，出点打他呀！他就一个废物杂役，没学过一招半式，不耍阴招，拿本圣子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狗东西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实向我磕头认错，并交出功法，我可以让你死得利落点。师兄真是大善人，他就是不交，我们也能挖出他的脑子，查出功法的所在，还不如先好好折磨他一番。恶毒的臭婊子，原主当初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
要死的是你们！你竟然敢这么说话！师妹别怕，他只是在依靠符箓硬撑罢了。师尊刚才赐我一把辟邪宝剑，可以抵御所有符箓伤害。铁尊，听到没有？在这宝刀面前，你的妖术就无效了。你现在下跪求饶，说不定我们还能留你一命。哪来的玩笑？叶尊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记住，今日是你王腾的死期！怎么可能？你一个废人，凭什么？就凭老子沙包大的拳头！他一拳就伤了圣子，一个废物杂役怎么会这么强啊？宝刀能抵御一切符箓，为什么叶尊还可以一拳打爆王腾？下一个就是你！师尊，救我！师尊救命！堂堂圣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学狗爬，来，我教圣女怎么站着做人。别杀我！圣女也要殒命了！你打残我的时候，可想到过今天的下场？叶哥哥，当年都是我不好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要死了。叶畅，休伤我徒儿！怎么可能？老夫竟被压制了！师尊，快为师兄报仇！大帝也只会被我一拳打碎。师傅，挂了！你竟然杀了大帝！一拳就把大帝和圣子都打死了，连灰都没有留下。不错，果然一拳就把大帝打碎了，这效果还挺环保的嘛。你们害怕什么？今天我的目标是他。不可能！奇怪，怎么宗门内一个弟子都没有？难道趁本帝不在，鬼宗打上门，把所有人都杀了？超越大帝的力量，不好，那是大长老洞府的方向。这不可能！你就是一个没有境界的废物，怎么可能秒杀大帝？一定是假的！是不是假的？你接我一拳就知道了。贱人，该上路了。休伤我徒！我靠，你玩赖？死了还能复活？老东西，你开挂了吧？友情提示：成为大帝的必要条件就是练就一道身外化身。刚才宿主打死的正是他的分身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无所谓。老东西，再接小爷一拳。我已看破了你的把戏，你的拳现在打不赢我了。少废话，吃我一拳！你技能提升靠的是别的，而非符箓，所以宝刀没法对你生效。我靠，他不会猜出我是靠系统升级的吧？你肯定是靠消耗法力驱动法宝去升级的。闹半天还是猜错了。你一个连第一境界都不是的废物，本帝不相信你还能催动法宝。来，照着本帝胸口打。大长老，要不躲一下呢？刚才你也看到了，这个杂役弟子确实有点猛。躲一下嘛，不好吧？我毕竟是大帝，要是传出去我和杂役弟子打斗还要躲，挺丢人的。不过稳一手总是没毛病。老东西，你就是加100层也得死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本帝就知道你这个废物催动不了法宝，之前的2拳已是你的极限。糟了，他得意忘形了，忘记了今天的2次出拳机会已经全部用掉了。大长老，我要说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信吗？其实我就是淘气，跟您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？那现在轮到本帝玩你了。狗系统，说好的秒杀大帝，小爷被你坑死了。住手！见过宗主。我靠，是你！你刚才把小爷第一次……别声张，小心本帝阉了你。长天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你一个大长老，怎么要对门下的杂役弟子出手？宗主，叶尊身上有……宗主误会了，老夫没有想要跟他真的动手，只是玩闹一番。别看我上千岁了，其实我内心还是有一点淘气的。老东西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你他娘说的全是小爷我的词啊！你的脸呢？宗主要是不信，可以问其他弟子。老夫刚才是不是说轮到我玩了？宗主明察，大长老刚才确实说轮到他玩叶尊了。
你被他玩了？不是，他的玩和我们俩玩法不一样。我不听！两个男人能玩，我想象不出那种画面。还有，你以后离本地远点！误会啊！我一世的清白就这么被玷污了。宗主，弟子不才，恰巧把刚才大长老和叶尊玩的画面用水晶球记录下来了，这就放给你看。你真的很长眼神啊，非常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宗主，您是要奖赏我吗？弟子名叫李飞，入门已经20年了。李飞是吧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被逐出宗门了。啥？我离开山门？不管你们俩之前发生什么事，到此为止吧。还请宗主为师兄做主啊！就在刚才，叶尊这个混蛋把王腾师兄打爆了。不知礼数，退下！我要为师兄讨回一个公道。叶尊该死！能越5个境界杀人，这他娘的绝对是上品法宝啊！靠了，上品法宝只在仙界才有的啊！这要是让宗门其他大地长老知道一个杂役弟子有这宝物，还不打破脑袋的去抢，谁抢到谁无敌呀！本宗主说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都聋了吗？今后谁再敢找叶尊的麻烦，别怪我门规处置。护肤狂魔啊，挨了，这软饭小爷吃定了。所有弟子听令，1个时辰后集合，攻打鬼宗。你立刻来大殿见我。我们的事情没完。小爷，我算是看清楚萧红颜真正的面目了，合着他根本就没有对我负责任的打算。刚才可有见过大地境界以上的强者，或是其他可疑人员？没想到占小爷便宜的竟然是宗主，那小爷还有什么系统啊？直接躺平算了。对，就这么干，吃软饭又不丢人。是这样的，娘子，刚才并没有外人出现。你叫我娘子？是啊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们各论各的。我叫你娘。住口！你可以走了。啊，这就没了？你叫我来，难道不是谈论一下人生大事的吗？我走。还有今天没有把周长天和温清采了，我得找机会尽快动手，不然以周长天的尿性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。跪下！蠢货！师父，不是我多嘴，我就想让叶尊成为宗门所有人的敌人，他必须死！愚蠢！秒杀大地的重宝，那可是连宗主都会心动。宗主要强夺的话，你认为其他人还有机会吗？这想要杀叶尊不难，等他的法宝使用次数没有了，为师顷刻间就能捏爆他的脑袋。不过在他死之前，还是要问出那双修功法，为我们增添点乐趣。时间到，宗门弟子立刻随本地攻上鬼宗。该死，就不能1分钟后再走啊！攻打鬼宗，我得想办法拒绝，或者明天再去。现在去就是自寻死路啊！本宗主发令，你是没听到吗？娘，宗主你怎么来了？少废话，随本宗主出发，宰了鬼莫愁那个老东西。我拒绝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要干什么？说话说得好好的，脱什么衣服啊？本宗主提醒你，你敢用强，我就阉了你！宗主，你误会了。你看我身上的伤痕，已经受了内伤，我现在行动不便的。你当本小爷傻？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主，我可不能再吃亏了。幸好当初王腾废小爷灵根的时候留下了一道疤，正好用见到。疼吗？他上次还在受伤的情况下，依然选择为我解毒。这份恩情，本宗主要……其实还好，就是一点轻伤，没什么事。检测到宿主和对方内心发生强烈波动，建议宿主立刻双修一次。双修个蛋呐！上次人家中毒不得已才发生关系的，现在你让小爷上一个状态全满的大帝，那不是在找死吗？若宿主此次双修成功，本系统可以让宿主每天可以使用3次一拳秒杀的能力。系统，我怀疑你在搞我！你知道我经受不住诱惑的。宿主，你居然犹豫，难道是不行？闭嘴吧你！他要是小爷合法造律，哪轮得到你废话？我早上了。羞死人了！这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吗？宗主，你千万别误会，你别误会，本宗主就是感觉之前的情毒没解干净，攻打鬼宗前将隐患彻底消除。羞死人了！我刚才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了？难不成情毒真的没解干净？哦，
检测到宿主完成双修1次，奖励一拳秒杀能力次数+1。宿主开心吗？呵呵，开心得起来吗？你看他分明是把小爷当炉鼎用了呀，压根就不想负责。那个叶尊，你耽误本宗主太长时间了，速速穿好衣服，随本地出发鬼宗。你放心，本宗主会全程保护你的。好。我受不了了，已经7个钟头了，就是睡觉也该起床了。这鬼宗还打不打了？这么着急，一会儿打鬼宗的时候你先上。靠，摔死我了！众弟子听令，随本宗主出发。鬼莫愁，给本地滚出来！该死！要不是之前被人打爆了分身，本地一定会出去把你抓回来当炉鼎。少废话，你不出来，我就把你门下弟子全阉了。岂有此理！真以为本地怕了你不成？那个，你很喜欢阉人吗？是啊，等哪天你惹本宗主不开心了，第一个拿你下刀。宗主说笑了，弟子不敢。不对，叶尊这小子和宗主有事。萧红颜从来没对门下弟子笑过，甚至都不允许弟子距离他太近。盯着点叶尊和萧红颜，有一点不正常的举动，马上向我汇报。你有病吧？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萧红颜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我靠，是你！这老东西说谁呢？管他呢！一会打起来躲温情后面，要死也是他先死。你不是讨厌我吗？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感觉站在这里安全。我们都打上门了，哪有什么安全的地方？萧红颜，你要是个女人，就和本地1对1单挑。你叫来个仙人助阵算什么本事？仙人助阵？老鬼，你说什么屁话呢？别废话了，来战！看样子这小子真不准备出手了。这老东西叽里呱啦跟谁说话呢？哪来的前辈？看看吧，要是我的美女娘子不敌，我直接一拳送走他。众弟子听令，给本宗主踏平鬼宗！鬼宗的徒儿们，给我杀！趁这小子现在还用不了法宝，要不现在就弄死他。呵，这老东西该不会现在就要弄死我吧？人多眼杂，趁乱杀了这小子，夺了他的宝物，到时候本地就谁都不怕了。他能用宝物，没理由本地用不了。干了！同门的人都在战斗，你怎么能看戏呢？本地这就带你去杀敌。大长老，速来帮助本宗主一起杀了老鬼！红颜，你不讲武德，说好的1对1，你摇人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是个女人，本来就不是好汉。周长天还不来助本宗主，更待何时？该死，又让你小子逃过一劫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唉，看来得明天杀你了。哈哈，叶尊，你身上的宝物是我的了。是你？我记得你说我把王腾打爆，你就去自宫伺候宗主。怎么，你是来找我帮忙的吗？帮你大爷，老子是来弄死你的。哦，这么有信心，就不怕小爷打爆你的头？少他妈虚张声势了！整个宗门的人都知道，你的法宝每天只能用2次，而你杀王腾的时候已经用光了。现在的你就是一个不能再废的废物了。老子只想要宝物，不愿伤你的性命。希望你能识趣一点，别给我找麻烦。2打1，娘子应该不会有事吧？还是先稳一手，保娘子最重要。蠢货！现在2个宗门打得乱成一团，没人会管你的。既然你不交，那老子就杀了你，慢慢搜。去死吧！你也配杀他？叶尊的命是本小姐的，别紧张，我现在不杀你，而是要请你看一场戏。等戏看完了，本小姐再慢慢炮制你。看什么戏？抬头，一定要仔细看哦。要是错过，可就是你这辈子最后看到萧红颜了。没想到你这小丫头也迈出了半步，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这样本地再和你双修，必然100%成就仙人之境。宗主昨天不还是大地境吗？怎么去了一趟后山就突破了？难道是因为叶尊那个废物？不行，我要尽快做好决策了。萧红颜不死，我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叶尊身上的法宝。娘子，小心！周长天，你竟敢背叛本宗主！娘子，你快跑！周长天反叛，将我重伤，我已无力再护你周全了。
今夜谁都跑不了，你得死，叶尊更得死。找死！狗东西，你还敢大放厥词？你在老夫的必杀名单里，不然老夫也不会临阵倒戈。今夜不重伤萧红颜，还真对付不了你。鬼兄可是有事？那个周兄，你跟他说话一直这么勇敢的吗？真不怕他一拳打死你？要不换种说话态度呢？我先收了萧红颜，等成为仙人再对付他也不迟啊。鬼兄，之前可是在他身上吃过亏，比如浑身被打爆了。这你都能猜到？叶尊，你做什么？快将我放下来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挂在我身上，哪儿都不准动，静静看着你男人要开始装逼了。谁欺负你，小爷直接把他脑袋打爆。你要真是个绝顶高手就好了，可惜你的灵根被打碎，不能修炼。若是今日我俩不死，我一定寻遍天下，为你找来可以恢复灵根的神药。谁说不修仙就不能成为绝顶高手的？练武一样可以。周兄，我被打爆分身很好笑吗？鬼兄误会了，要是鬼兄害怕这小子突然爆发大地之上的力量，就把心放到肚子里。他不过是凭借法宝的力量，每天最多使用2次，在此之前他已经用光了。周兄的意思是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。鬼兄，你我达成约定，萧红颜归你，这小子身上的宝物必须归我，还望不要食言。他次数用没了，老子还怕个球啊！周兄放心，你我约定绝不会食言。本地差点被你骗了，小东西，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啰里吧嗦的，小爷一拳头的事儿。你是仙人？仙人也接不住我一拳。娘子放心，从今日开始攻守转换了。呸！什么攻守转换？这么多人听着呢，也不嫌丢人啊！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师傅，我们赶紧逃命吧！我可不想不鬼莫愁的后尘呢。对，我们赶紧逃命！哈哈哈！老夫差点上了小兔崽子当了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再不跑，命都没了。徒儿，你可知现在是什么时辰？已经过了凌晨了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是说，叶尊又可以动用法宝了？而刚才的一拳，正是他新一天第一次使用法宝。不错，鬼莫愁一死，他就只有1次机会了。别忘了师傅之前跟你说过，用别人当垫子的事情。我记得。啥？第2天了？洗头，你怎么没提醒我？现在一拳秒杀能力刷新，宿主今天还有3次使用的机会。那刚才那一拳？刚才一拳发动的时间是23点59分59秒，用过之后刚好第2天刷新，请宿主放心装逼。非常好，那么接下来倒霉的就是他们了。王兄，是时候出来见你的杀子仇人了。老夫等这一刻已经等得太久了。燕子来了。不好，又来一位大帝。按照原来计划，我重伤状态拼尽全力可以拖住周长天和温情，叶尊还有一次动用法宝的机会，定然没人敢去拦，这样他就有机会逃走。现在不好办了。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多出一个人，这不是刚刚好吗？你会算数吗？他们3个人，你只能杀1个，到时候跑都跑不了。要不我们打个赌，就赌你算错了，你输了管我叫夫君，如何？我们要是都能活下来，叫你100声都行。够了！杀了我儿子，你们还想跑？做梦！我儿有大帝之资，竟然死在你青云宗，你身为宗主竟然不阻止，其罪当诛。而你这狗东西就是杀死我儿子的直接凶手，老夫定要将你扒皮抽筋。他是神经病吧？要不你最后一拳赏给他？我同意。这个老头，我能不能最后打你？因为我答应。小畜生，你害怕了？知道落在老夫手里，你会比死还难受，对吧？啥？我是这个意思吗？这老东西在脑补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师傅，叶尊明显是冲着我们俩来的呀！他想临死前先打死我们，我们要成垫子了。别慌，老夫再拱一下火。王兄，这小子可是杀你儿子的凶手，你必须亲手了结他。一个儿子死了就死了。啊！老夫现在有了更好的打算，周兄放心，不管如何，这小子肯定活不成。至于你杀还是我杀都一样。一样的屁呀！你不当垫子，我拿什么杀人家？现在我们3个谁露头谁就被秒。你有个蛋的打算？王兄说笑了，杀死仇人还因你亲自动手，没有假借他人之手的道理。你知道，为了寻到这机会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。这样吧，只要你答应嫁给我，再给我生个儿子，你和你整个宗门都可以活。至于这小子，
我会给他个痛快，你看如何呀？怪不得王腾会死，原来脑子不好使是从你这根儿上出了问题。啊，师傅，你可是沟通好了，他愿意第一个动手。不用沟通了，这个蠢货竟然打起了萧红颜的主意。就算他不想动手，叶尊也会第一个宰了他。这个垫子他当定了。让老夫没想到的是，叶尊竟然是萧红颜的姘头，宗主和一个杂役弟子搞在一起了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该死！叶尊，你一定是故意的。我甩了你，你回头就找新人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之间的感情当回事？再说，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萧红颜？你眼瞎了吗？宁愿找他都不跟我认错，活该你死！徒儿啊，你真是哪儿都比不上萧红颜，这个你得认。有你这个大帝给我生儿子，将来我们的孩子定有仙人之姿。这么看，死一个大帝之子的儿子倒也不算什么。小子，你还敢反抗不成？乖乖放下萧红颜，老夫要我笑你大爷！成了，终于上当了！老夫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得到一切了，法宝、功法，还有女人。萧红颜天下第一美女，谁不想要？从今天起也要属于老夫了。师傅，那我呢？你就做小吧，以后你就和萧红颜以姐妹相称吧。多霸道的拳头啊！一拳打死大帝，在下界根本想都不敢想。可惜年轻气盛，不懂得隐忍。小兔崽子，你终于栽到老夫手里了，怎么弄死你好呢？一巴掌拍死你，那就太无趣了。哦，这么有信心，就不怕翻车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现在刚过凌晨，你2次机会已经用完了。老夫实在想不到，你一个毫无境界的废物该怎么杀我。老夫也不跟你废话了，交出所有法宝和功法，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功法在我脑子里，交出来倒是简单。至于这法宝，实在拿不出来啊！放屁！法宝就在你身上，怎么拿不出来？老东西，你先别急，法宝是在我身上没错，但是长在身上的我真拿不出来。在身上就能拿出来？少废话，快交出来！长在身上怎么拿？要不你给我实验一下？你坏死了！他本来就岁数大，2句话都给他绕懵了。师傅，他耍你啊！他的意思，法宝就是他一双拳头，他根本就不想拿出来。小兔崽子，你敢耍我，找死！我最多只能帮你挡住他们2人一刻钟，你快跑！不自量力，徒儿，去杀了叶尊！找死！受伤了还敢在老夫面前逞强，愚蠢！解决不掉叶尊，你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叶尊，快走！本局就是死也要拉你一个垫背的，给我燃！燃烧精血，逼出潜力。萧红颜，你疯了！就算你不死，将来你也会成为一个废人。为了他，值得。我靠，真的会掉！美女，你是？别说话，吻我。夫君，永别了。不过打一个小反派就要生要死的，到了后面仙人登场，岂不是没话说了？啊！你别站好，男人之间的战斗，人手插手。叶尊，你大爷的，又骗我！师傅又被一拳打死了。叶尊，你这挂逼，技能没有冷却的吗？有冷却啊，不过是你们倒霉，刚好卡在我的极限。所以你准备好上路了吗？叶尊，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我一命可以吗？我可以给你当丫鬟，给你当牛做马。你说呢？今日也该让因果做个了断了，安心的上路吧。泉下留人！叶尊，此人来者不善，我看不出他的境界，你要小心。小爷管他是谁，今日谁都拦不住我。放肆！本尊的命令都敢违背，找死！一拳秒杀怎么可能失效？请宿主注意，对方乃是上界3品仙人投影，以宿主现在能力，只能秒杀刚突破大地境的4品仙人。这么说，上界仙人一共就分为4个境界，还有这投影是怎么回事啊？上界仙人想要到下界，必须通过玄天剑
复制一道投影下来，目的是为了躲避此界天道的限制。投影会有本体一半的实力。原来我所了解是上下两界不互通，是天道对下界的一种保护。没想到仙人还能投影干预下界之事，这就不好办了。我乃青云宗宗主，此女是我宗门叛徒，还请阁下不要多管闲事。该死！下界什么时候冒出这么一个小子，竟然一拳给本尊的投影干废了！我若再动用仙力，这投影立刻就会崩溃。不管如何，族长安排的任务一定要完成。实话告诉你，此女便是我们族长流落在外的女儿，尽管是上千女儿中的一个，也不是你这个蝼蚁可以处置的。前辈，你的意思是我是天帝的女儿？天帝是上界的掌权者，同时也是境界最高的。根据古籍记载，这一纪元的天帝正是温家族长。这些消息想必是你们历代飞升上界的祖师所传下来的吧？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也就不和你们废话了。此女我便带走了。天帝发话了，我们没办法处置温情了。理解，别说仙人了，哪怕对方是大帝，我今天也没办法了。奶奶的，等小爷一拳秒杀进阶，我一定要跟天帝碰一下。奇怪，明明没有境界，怎么会爆发出媲美4品仙人的力量？有机会定将他捉去上界，8批抽筋好好研究一番。按辈分算，我是你的表哥，我叫温凯。走吧，表妹，我们回家。表哥，现在回去就太丢人了。我可是天帝的女儿，受到屈辱，自当要还以颜色。可否给我一些时间？别闹得太大，我这只是一道投影，做不了太多的事情。希望这个表妹能听懂我话外的意思，稍微惩戒一下对方便可。否则真遇到愣头青，不鸟天地就完蛋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给本小姐跪下！文晴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乖乖跟自己表哥回上界。你我的恩怨，有的是时间解决。本小姐可不想在你这个废物身上浪费时间，痛快跪下给我道歉，我就饶你一条狗命。这已经是本小姐宽宏大量，希望你可不要不识抬举。萧红颜，你是宗主，你认为如何？系统，给我出来！小爷不想废话，再过一次秒杀能力，我必须要干死对面。宿主可通过2种办法增加次数。第一，在萧红颜愿意的情况下亲他一口，可临时增加1次。第二，牛子，我要亲你一口，你愿意吗？在哪儿？就在这儿吗？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不我……好了，检测到宿主完成亲吻1次，临时增加1拳秒杀次数成功。啊，这就结束了？可是你还没伸舌头哎！我要是不答应，你能奈我何？没看到你们这对狗男女亲热，本小姐就像吃屎一样难受。不答应，那你就去死吧！表哥，还请你帮我。都以跪下认错吧，我替表妹做主，网开一面，放了你们俩。我代表的是天帝，他应该会答应吧？不用网开一面，谢谢，我会送你们2人上路。说什么？不要！之前的恩怨已经了断，但小爷杀了天帝的女儿，估计很快就要面对他的怒火了。童子说说，接下来我该如何将1拳秒杀能力进阶？别跟我说双修什么的屁话，小爷要点正常的。宿主接下来需要通过此界的玄天试炼，方可将1拳秒杀进阶到秒杀3品仙人的地步。至于后续进阶，以后会为宿主解答。玄天试炼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来宗门大殿一趟，本帝有事宣布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不代表娘子也不知道，正好可以问问他。归来。感谢父亲将晴儿复活。尽快将境界提升至1品仙人。本君有事安排你做，退下吧。恕侄子多嘴，您不惜耗费1半的精气复活温情，她在众多子女中并不是很重要，是否有些不值？10万年前仙界天道曾推算过，这一纪元的气运之子会在这个时期出现，它是一个变数。天道让我尽快找到，并将其扼杀。而温情乃是仙界天道邪念的转世身，冥冥中的因果，只有他有机会接触到气运之子。天帝大人的意思是，温情已经接触过气运之子了？气运之子一定在温情所待过的下界。你去把下界和温情有过接触的人全部灭掉，宁可错杀，不要放过。这启禀天帝，其他人还好说，就是有一个小子，恐怕不好杀。我之前的投影就是被他打爆的，关键他还是一个没有境界的凡人。
本君以天谋看了此人的因果，并无特殊之处。此乃天龙宝镜，使用它可秒杀2品仙人，机会只有2次。去吧。天帝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尽快处理好气运之子，不然等他成长起来，你这位天帝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知道，在我精气恢复之后，若温卡还没有处理好，本君会亲自出手，直接抹除下界，让一切虚无。你若能扛住这份杀业，便随你。你我的目的是超脱，别让气运之子这个变数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连我都不是对手，可能吗？叶尊，本宗主希望你可以参加此届天道组织的玄天试炼。若是成功通过，天道会赐下3种宝物，其中的玄天藤可让你再塑灵根，这样你就可以重新走上修仙的道路。要不要这么巧合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。玄天藤什么玩意儿不重要，小爷更期待一拳秒杀能力的提升。娘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会去参加的。油嘴滑舌，你放心，这次我会让关门弟子莲儿陪你一同前往。他是第8境的强者，在这个限制大地的玄天试炼中，绝对可以护你安全通过。不用这么麻烦吧？我有法宝。不行，谁不知道你只有3板法，用光次数，你只能等死。就按我说的办。莲儿，出来吧。师尊，我靠，好大！痛！什么好大啊？是剑，我说的剑好大。师弟说话真有趣。你敢对灵儿有半分邪念，本宗主阉了你！我知道了还不行吗？玄天试炼是天道为此届筛选天才的途径，不到大地境的修仙者皆可参加。这场3天时间的试炼注定会血雨腥风，叶尊就拜托你照顾了。请师尊放心，其他人若想伤害师弟，就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出门在外一定要听莲儿的话，让我知道你欺负灵儿，我饶不了你。师尊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好可爱呀，小爷我最喜欢萝莉了。检测到新的绝美异性，建议宿主与其双修，来提高一拳秒杀能力。双修你大爷呀！滚蛋！叶尊，灵儿还在这里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师弟的想法好大胆哦。这里就我和师尊，你想和谁双修啊？误会啊，师姐，是有人让我和你双修，我去。师弟，你怎如此直白，羞死人了！我是不是又被误会了？渣男，去死吧！我靠，小爷的屁股！说你真和灵儿发生什么，我也不会怪你，只希望你能安全归来，顺利走上修仙道路。夫君，我们要走永远的道侣。你果然在宗门。是你。无谓的挣扎，散。之前在你身边的那个小白脸在哪儿？说了，给你一个痛快，不然本仙人会抽出你的灵魂，鞭挞上万年。看样子你是上次被我夫君打爆，特意再次投引来报仇的。放心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本仙人不同意，你就不能死。不说什么，搜魂！原来去了玄天试炼啊，有迹可循就好。等我抓了那个小子，一起处理你们。这么多人参加试炼，一会儿还不把头打冒烟了？你以为天道的奖励那么好拿吗？看着吧，3天之后能从试炼之地出来的，不会超过10人。我靠，这算比高达10万比1吗？那我再重新考虑一下。有什么可考虑的？有师姐保护你，安心啦。该死，晚了一步。要不是打不过此界天道，本仙人一定闯进去。3天而已，本仙人就在门口守着。玄天试炼一共有3关，第1关杀光眼前的妖兽，第2关走过玄天崖，第3关则是问心，全部通过便可走出试炼之地。这妖兽真多呀，这不得杀到明年去啊！3天时间闯过3关，根本来不及呀！放心吧，妖兽就是数量多，其实也就是第6境的实力。我们大家一起上，还是有机会1天全部杀光的。那还废什么话，冲上去干啊！看老子横扫天军！畜生们，接老子一招黑暗风暴！全是群攻招数啊，太帅了！要是老子一拳秒杀也是范围技就好了。师姐要上场了，你要小心哦。落雪！真他娘的夸张！
现在萝莉都这么猛吗？童子，你出来，我们谈谈。宿主，请说。童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这一拳秒杀有没有 Plus 版本？一拳打死一大片的那种？当然有，本系统出品没有缺陷。快说快说，我怎么做可以让一拳秒杀变成范围技？师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灵气耗尽了，需要打坐调整一番。宿主只需跟眼前的异性说句“我喜欢你”，这样会让一拳秒杀变成范围技能。当然，群体技比单体技相比也会降低一个阶段。宿主只能秒杀4品仙人之下的存在。童子，我怀疑你在搞我！真他妈的我喜欢你！这是一拳秒杀系统，不是双修系统。机会给了，请宿主自行斟酌。我喜欢你，我说完了，快提升我能力。本系统没听到，不算，需要大声一点。你大爷！凶死人！师弟怎么能这么直白？人家还没准备呢。我喜欢你，这回可以了吧？再敢说一个不字，小心我翻脸！检测到宿主成功表白异性，一拳秒杀能力进阶 Plus 版。宿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范围技或者单体技。成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小爷爷可以打一片了。师弟哪都好，就是喜欢自言自语，胆子也小。表白的话应该当面说呀，万一我答应了呢？现在弄得人家心挺乱的。师姐，师弟，你叫我什么事啊？师弟要给师姐表演个大货，等着看吧，看小爷一招天地神拳，死！我靠！他娘的，老子看到了什么？1万妖兽被一拳干爆了！妈的，开挂了吧？本来1天的任务量被他一拳解决了。上一次失联要有这狠人，第1关也不至于死一半啊！嘿嘿嘿，一般般吧，跟我预想还是有一段差距的。靠！看这小子装逼，我有种想打人的冲动。师尊不是不让你动手吗？你有宝物的事情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这么多人来抢，我一个人挡不住。放心，我还能用2次。他们想要找死，我便随了他们心愿。幸好他们没多想。师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再动手了。一切有师姐在，绝对能保证你安全走出去。好，我听师姐的。师弟真乖。喂，你俩还闯不闯第2关了？要打情骂俏回家去，耽误大家时间。马上。师弟，这第2关玄天崖可不好通过呀，要集合所有生存者的一滴精血才能打开。随后要在1天之内连续击败10只自己同境界的傀儡才算通过。你看，当修行者走到镜子前，镜子就会复刻同样境界的傀儡。你可别小看这傀儡，它可是有意识的，甚至比本体还要灵活。师弟，这一关我帮不了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师姐放心，我又没有境界，那些破铜烂铁伤不了我的。师姐不是担心傀儡，而是师尊给你防止别人窥探境界的宝物会失效。你是普通人的事情就瞒不住了，一会儿若是有故，师姐定会拼死保护你。终于上去了，看看这个家伙怎么死的。这玩意儿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本体越强，复刻的傀儡就越强。我估计他连第1只都杀不死啊！那还真是可惜了。按照刚才那一拳的威力来看，这个狠人肯定是第8境的强者，将来定会成为大帝的存在。没想到会死在这场试炼当中。历来死在这一关的人数还少吗？前2关之后，能活着的就剩几十人，越强的人死得越惨。都别说话，他要开始了。哼，快看看傀儡是什么境界。没境界，这不公平！这么狠的人，复刻的傀儡怎么会是一块废铁？一定是天道给他开后门了。老子没有开后门，别瞎说。这小子竟然是个普通人，那他刚才的一拳干爆上亿妖兽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法宝。这小子法宝的逆天程度，大帝知道都会眼红。我们要是得到就发财了。谁敢动我师弟，我便砍了他的脑袋。我知道你是青云宗宗主的关门弟子楚灵儿，都说你是大地之下第1人，但你一人拦得住我们这么多吗？劝你不要自误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是为了一个同门普通人搭上自己性命，不值得。你现在离开，我们不为难你。想动我师弟，那便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们人多不假，但小女子的剑未尝不利。哎！
楚灵儿，你当真要淌这场浑水吗？我们这么多人，耗也耗死你了。臭小子，你要是个男人就自己站出来，只要你交出法宝，我能跟你保证，你和你师姐都不用死。师姐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我来解决。不行，师尊特意交代过，我要挡在你的前面，去完成自己的试炼吧。师姐守护你。好，我听师姐的。师弟，等一下。啊？我怕再不问就没有机会了。师弟之前说的话可是认真的？之前说的话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师尊说的不错，师弟就是一个渣男。明明刚才说喜欢我，现在又不承认了，今后恐怕没机会了。没事了，你去吧。师姐，我喜欢你，是真心的。师弟，他真的对我有意思。小爷被系统坑死了，这让我怎么面对娘子嘛？宿主可以按照之前想法，你们各论各的，你叫他娘子，他叫你师弟。滚蛋！小爷要打10个。等下，这小子一次性要挑战10个傀儡。这个蠢货，就算普通人互殴，疼也疼死他了。我感觉不用和楚灵儿交手了，他自己就能把自己玩死。不错，等这小子一死，我们直接去夺法宝，到时花落谁家就各凭本事了。师姐，可否借剑一用？好，来吧，可以开始了。小子，你耍赖！刚才复刻你的时候，你并没有拿剑。废话，不是我的剑我怎么拿？下面接小爷一剑。他娘的，这小子真会钻漏洞！本来楚灵儿的佩剑就是法宝，对付10个破铜烂铁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。该死的，老子怎么没想到可以用这招？因为你蠢，哪里比得上我师弟的聪明？放屁！都不准打扰我师弟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打一场。我就不信你师弟死在傀儡手里，你还能这么镇定？结冰器。我们也有兵器了，你完蛋了，是吗？我靠，还能这么玩？他把天道老爷的宝物打碎了，这是人能做到的吗？那我们之前和一堆破铜烂铁打生打死的意义是什么？我靠！不玩了，谁爱玩谁玩，老子不跟挂狗在一起，走了。这小子的法宝一定仙宝级别的，我一定要得到。我就不信他一个普通人会无限次使用法宝，一定有限制。小子，你已经使用2次法宝了吧？我猜你应该用不了了吧？这样，你我各退一步，你把法宝借我用1天，我去杀个仇人就还你，如何？还真把我当3岁小孩忽悠啊！别说小爷没有法宝了，就是有，我给他砸碎了，也不可能借给你。再往前一步，死！小子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大不了我们给你打个欠条，时间一到马上还给你。师弟不要相信他们，这些人师姐顶得住。不用师姐顶，师弟自己来。这么喜欢小爷的法宝，送给你们好了。我靠，完蛋了！这小子还能用1次，我不甘心啊！师弟，你这法宝要是无限制使用，那真是无敌了。那怎么可能啊？接下来真的需要师姐保护我了。等我走出试炼之地，一定会好好报答师姐的。放心吧，第3关不会打架的。问心就是说天道会无限放大你内心的欲望，只要你不想成为杀人魔头，最坏的结果也就是问心之后昏迷一段时间。师姐的意思，被问心会当场做出内心最渴望做的事情。你看，前面已经开始了，有些人身上出现伤痕，估计是被放大了杀念。当然，都是在意识空进行的，看不到具体画面。不要啊！这老头长得好丑啊！师姐，你说这老头是不是很自恋啊？不然怎么会把自己形象做成石像放在这里？师弟慎言，这是天道老爷的石像，你说什么他都能听见。他都是天道了，不会这么小气吧？我会，老夫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遇到你这么叛逆的小家伙，一拳把老夫古剑打爆，那是老夫为数不多的仙宝之一啊！气死我了！是天道在说话。师弟放心，师姐会保护你。老夫还不屑和你一个小娃娃动手，赶紧问心，滚出试炼之地！老夫不想再看见你们了。天道老爷，我们这就去。咦，两人的内心竟然都是感情情绪最大，哈哈哈！老头子，我有好戏看了，给你们加把火。
这就是师姐说的异空间吗？话说天道这老头把什么情绪给我放大了？我怎么没什么感觉呢？师弟，我靠，是放大了感情？天道老家伙，你玩我呢？嘿嘿，两个小家伙尽情享受吧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哦！而且你这小子明明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跟老夫没关系。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师弟别说了，师姐愿意。检测到宿主与新异性内心产生波动，请立刻双修。完成后，宿主的一拳秒杀能力将会进阶为秒杀3品仙人。童子，你也来给小爷拱火是吧？完蛋了，回去娘子该不会阉了我吧？检测到宿主完成双修，一拳秒杀能力进阶，现在宿主可以秒杀3品仙人。小家伙开心吧？老夫可是帮了你一个大忙。回头你和师姐成亲的时候，别忘了请老夫这个媒人喝一杯喜酒。老东西，还有1分钟就到凌晨了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晚1分钟放我出去，看我一拳不把你脸打爆！老夫知道你身怀秒杀仙人的重宝，每天可以使用3次吧，凌晨就刷新，老夫才不会上当的。你通过了。检测到宿主通过试炼，一拳秒杀能力提升至秒杀任何2品仙人。你们两个小娃娃可以走了。老东西，你可千万别让我遇见你，小爷一定打爆你的头！这小子，芸芸众生的命全系于你一人之身，你可一定要成长起来呀！天道老爷别走啊，我们还没问心呢。关键是奖励没发呀！你们这帮蠢货问不问一个样。老夫已经遇到气运之子了，从此以后试炼取消。哇，老子马上就成功了呀！挂狗，我祝你生儿子没屁眼，出门踩狗屎。凌晨已过，新的一天开始，一拳秒杀能力刷新，宿主可以使用3次。没想到你小子这么快就出来了。你是哪位？我们认识吗？放肆！之前你把本仙人的头影打爆，这么快就忘记了吗？你是温情的表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仙人不是只能在1000年之内投1次吗？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又来的？仙人的手段，其实你能理解的。本仙人想来几次就来几次。妈的，天道这老东西真不靠谱，连个大门都看不住，要你有什么用？老头子冤枉啊！上界天帝都发话了，老头子不放人那不是找死吗？你要是能耐，就去把天帝打爆了，老头子认你做老大。小子，本仙人也不跟你废话了，把你身上的宝物交出来，给你留个全尸。小子，我知道你那一拳的威力，能打死4品仙人已经是极限。看到本仙人手中的镜子了吗？他可以打出2品仙人最强一击，而且跟你法宝一样，可以使用2次。你认为你能反抗吗？这才是法宝啊！也不知道小爷的一拳秒杀强，还是这镜子强。检测到宿主产生质疑，一拳秒杀出秒杀2品仙人，就是100面镜子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好，那小爷便让他感受一下什么是绝望。交给师弟吧，2品仙人而已，一拳秒之。小子，你真是在找死啊！既然冥顽不灵，本仙人便送你上路。那就看看谁的更强。天地神拳！这不可能！这镜子假的吧？说好秒杀2品仙人的呢，怎么感觉没我强呢？至少本仙人扛完一拳还能站着不是？这都有裂痕了。你这破镜子也不怎么样嘛，连小爷一拳都挡不住。小子，你别得意，刚才本仙人没出全力，接下来一定秒了你。这是第2次了，下一拳死的就是你。你打1次的宝物碎了。娘子，他把我控制在镜子中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娘子别怕，我这就去宰了他。师尊竟然是师弟的娘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师尊要是发现我和师弟发生关系了，不会清理门户吧？灵儿，这场试炼中途还算顺利吧？启禀师尊，还算顺利，我和师弟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。哦，为师好像没问你和叶尊之间的事情吧？这么急着否认，不会心里有鬼吧？师尊，我和师弟先看他们打斗吧，有什么事回宗门再说。果然是个渣男，灵儿的无漏之体已经被破了，还说什么都没发生，等回宗门再收拾你。哼，怎么办啊？师尊好像看出来什么了，
那以后见师傅叫什么？各问各的，我叫他师尊，他叫我妹妹。狗东西，小爷一定要给你打个稀巴烂！我可是天帝的侄子，你对我出手，这个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天帝一怒，你这个世界顷刻间化为飞灰。那小爷就先宰了你这个狗东西，去死吧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不过是本仙人的一道投影而已。只要在仙界的本体不死，你就是杀我100遍都没用。小子，你知道自己弱了吧？对本仙人没办法了。等我下次投影下来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本仙人就先走了哈，拜拜。童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宿主请说。能不能做到通过他的投影杀了他的本体？当然可以，宿主只需要在他刚进门户的时候打出一拳，这一拳便会跟着他出现在上界，那时候会直接抹杀他的本体。太好了，今日3次我都用完了，再赠送我1次呗。可以，要求我想宿主应该还记得，不过这次需要换一个异性。小爷早晚把筒子的脑袋掀开，看看他脑袋里东西装的是什么。师姐，我能不能亲你一口？啊，就在这儿吗？可师尊还在。检测到宿主成功亲吻异性，奖励1拳秒杀临时增加1次。搞定，杀不了你本体了，接小爷一拳。天帝大人，我的投影又被那小子打爆了，这一次连带您赐的天龙宝镜也被他打碎了，请大人恕罪。放肆！岂有此理！当着本君面杀我族人，找死！天道可是看到是何人出手？下界人做的，应该顺着2界通道门户打开之时，将力量传递过来的。力量竟然没有被通道磨灭，简直匪夷所思，连本君都做不到。尽快处理气运之子，他成长得太快了。我邪念的转世身一定接触过气运之子，甚至关系紧密，就从那些人下手，全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父亲，您找我？看样子你已经成为1品仙人，立刻去下界杀几个人，我会和下界天道打招呼。这次你本体下去，保留全部实力。遵父亲指令。父亲让我去杀谁？把你在下界接触过的人全部杀了。你是1品仙人，就算下界天道都杀不死你。去吧，别再让我失望了。父亲放心，我早就想弄死他们了，特别是叶尊。杀了气运之子，我2人分得他气运，便可突破1品仙人之境，成就大罗金仙。善，你我停在半步大罗金仙好久了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。待本君再次归来，就是下界覆灭之日。那个娘子，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要不我们仨……灵儿，你喜欢他吗？我……灵儿放心，要是之前叶尊威胁你去做一些事情，师尊绝不会放过他，一定阉了他替你报仇。师弟没欺负我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被正主抓住，真的太吓人了，差点成太监了。狗系统，都是你坑我的！你要是不把1拳秒杀给我提升到秒杀任何1品仙人的地步，我跟你没完！1拳秒杀能力想要再次提升，宿主只需迎娶眼前2位道侣即可达成。童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姻缘系统啊？不是。就算系统不说，我也确实要把我们3人之间的关系解决。这么拖下去，属实太渣了。要保留师徒关系，叶尊就得牺牲；要是保留道侣关系，灵儿就得消失。这就让本宗主难办了。我不要师弟出事，我死就我死吧。难办那就别办了。你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我们3人直接成婚，这样就都不用分开了。你想得美，本宗主勉强可以接受，灵儿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我同意，师尊，我给师弟做小，你做大好不好？哦，你就不再考虑一下吗？灵儿这辈子非师弟不嫁。好，那我们明日便完婚。本宗主特意表现的刻薄，就是为了让你负责。如今总算开窍了。诸位同门，今日小爷我就要迎娶宗主和师姐楚灵儿了，请大家乐呵一点，真诚的祝福我们吧。我乐呵得起来吗？说好要单身就一起单身，你却娶了2个最美的女人，还让我们祝福你，老子恨不得咒死你！要不是打不过你，老子直接抢钱，气死人了！非要在我们面前抽显摆。差不多行了，我感觉他们眼中好像要喷火了。我和灵儿还好说，今后你在宗门还不得被他们背地里骂死啊？小爷就是让他们羡慕，谁让我娶了2位这么漂亮的美人呢？请3位新人准备，1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没有高堂，赶快下一步。夫妻对拜，礼成，
从此你们3人便是合法道侣。娘子们好。夫君好。检测到宿主与2位道侣完婚，一拳秒杀能力进阶，1品仙人直接秒杀。爽！小爷这回真要无敌喽！叶小子，我靠，老头，你想吃喜酒也不至于这么大阵仗吧？难不成你刚才飞得太快撞树上了？撞个屁呀！老头子差点被温情打爆了。你说什么？温情已经被我夫君杀了，怎么可能会打伤你这个1品仙人境界的天道？温情是死了不假，可他又被天帝复活了。对于半步大罗金仙的天帝来说，复活一个人不是很难。而且温情现在已经是1品仙人了，我不是他对手。夫君，你快离开，剩下的交给我和灵儿，我们一定帮你争取时间成长起来。是啊，夫君，等你能打过1品仙人的时候，再给我们报仇。叶小子，老夫马上为你开辟一条通往其他世界的通道。温情短时间内绝对找不到你的踪迹，你活着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放心，夫君哪儿都不去，就守在你们身边。叶小子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纪元节即将到来，而你就是这一纪元的气运之子，肩负拯救苍生的重任，在未成长起来绝对不能有事。纪元节是什么？每一纪元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所有世界会崩塌，待秩序重新凝聚的时候，新的世界会开始，而上一纪元的所有人物全部消失。天帝和仙界天道他们的目标是你，得到你身上的气运，便可超脱，实现永生，纪元不灭。童子，看来你跟小爷藏了不少东西啊，出来聊聊。这个老头说的不错，你的确是这一纪元的气运之子，本系统出现在你的身上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至于本系统是如何出现的，你可以理解为我是混沌孕育的一块富有自主思想的奇物。我靠，合着您才是大佬啊！老东西，你这破阵法又能拦住我多久？叶尊，别着急，本小姐马上就来杀你了。叶小子，快走吧！1品仙人呐，挡不住的。大道50，天眼49，遁去其意。大道会给众生留有一线生机，而此方世界正是这纪元的一。我的使命是帮助宿主让这个世界跳脱这次纪元崩灭。天帝他们做不到吗？做不到，打碎不了纪元节，便无法拯救所有人。这也是天帝和仙界天道他们只寻求自己超脱的原因。说吧，接下来做什么可以提升1拳秒杀能力？第一，杀了温情，了结之前所有因果，自此宿主便因果不加深，没有人可以探查你。第二，杀了天帝和仙界天道，1拳秒杀能力可提升至最高阶段，寂灭，到时宿主1拳便可将纪元节崩灭。我知道了。叶小子，你打开大阵，让温情出来。叶小子，你疯了呀？你就那么着急去送死吗？打开吧，看我1拳秒之。2位娘子，请相信我。我相信夫君。天道，打开大阵吧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会和夫君一起面对。唉，老夫至此也无能为力了，看叶小子了。可笑，以为放我出来，本小姐便会饶了你们吗？做梦！本小姐要将整个下界的人杀光。看样子是准备成亲啊！本小姐来的真是及时，真让你们成了，我得恶心死。叶尊，当初我给你过重新追求我的机会，现在看到我成为仙人了，是不是很后悔啊？我有2位娘子陪伴，非常开心。至于你，还是算了吧，毕竟我眼睛没瞎。你成为仙人又怎么样？我夫君不喜欢你就足够了。找死！靠！老头子，我招你惹你了？有气倒是对叶小子发呀！直接杀了你们，那就太便宜了。叶尊，我们玩个游戏，你杀了身边2个贱人，我保证不为难此界的生灵。当然，你必须死。此事本就跟他们没关系，不就是一死，我一个人承担。我要亲眼看着叶尊杀了你们，才解我心中的恨意。至于其他人，不过就是一群蝼蚁，我会在乎他们的死活吗？你如此厮杀，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本小姐是1品仙人，除了天帝，我是最强的，谁敢惩罚我？唉，这是一个死局啊！除非有人能阻止温情，不然众生灵将会迎来一场灾难。希望你的实力能匹配上你的狂妄，惩罚你就不必了，我直接送你上路更好。就凭你可以秒杀4品仙人的法宝，你以为本小姐是温凯那个废物？我这次下来的是本体，拥有真正的1品仙人实力，你能杀得了我？啥？
本体下来了，太好了，打死你就彻底了结了。检测到宿主，灭掉仇敌温情，一拳秒杀能力提升。宿主现在可以秒杀任何一位大罗金仙。骗仙人，就这么被一拳打爆了？小爷我动手，从来不出第二招。嘿嘿，我很强吗？喂，老头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喜欢女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老头子，我问你，你究竟有多强？是啊，夫君，每当以为你到极限了，你却总能创造奇迹。你到底什么境界啊？我没有境界，因为我是练武的。至于实力嘛，一拳打死个大罗金仙不费劲儿。打死大罗金仙？叶小子，你没开玩笑？老头，你要是能把天地给我引下来，我当场杀给你看。招惹天地？老头子还没活够呢，不想找死。那就没办法了，天地在仙界，我不修仙就没办法飞升，如何去杀人家？飞升通道是仙界天道意志所化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谁都打不破去仙界只能通过境界飞升的规则。老头子，我怎么把他忘了？叶小子，你可以去界海打断那根天柱，仙界就会掉下来与此界相融合，这样你就不用去仙界了。打断天柱？我的邪念体死了，魂飞魄散的那种，能将它复活吗？我的灵魂若是不完整，实力会大打折扣。可以，不过就要再浪费本君一半的精气。在纪元节到来之前，我晋升大罗金仙无望了。这与分得的气运相比，邪念体无足轻重，而且你还可以通过吞噬下界天道来补全自己。只能如此了。气运之子接下来要怎么处理？你手下那帮废物就别去送人头了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不出3日，本君的精气便会彻底恢复。我会亲自出手，绝不给气运之子一丝生还的希望。夫君，这一次去界海至少需要3天时间，我担心你不适应长途跋涉。要不夫君，我和姐姐一起陪你去吧，至少路上还能照顾你。放心，有天道那老家伙带路，倒也方便。人家一品仙人之力飞起来，肯定比你们快。等夫君打碎纪元节，我们就隐居山林，不问外事，再多生几个儿子，过快乐的生活。讨厌，谁要给你生儿子？你找灵儿生去吧。娘子，生女儿也行啊。夫君，姐姐不生，我生，我要给你生好多好多儿子。还是灵儿乖巧。夫君，你要早点回来，我和姐姐就在家等你。妈的话回来再说，先办正事。靠，你个老东西，看到我和娘子亲近，嫉妒是不是？夫君嘴上从来没吃过亏。奇怪，本君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，难不成下界有了变数？怎么可能？气运之子的因果消失了，是谁在为他掩盖天机？下界天道吗？事不宜迟，你必须尽快吞噬下界天道，不然他和气运之子一直在一起，会生出很多变数。我准备一番，明天动手。唉，之前吃烤鸭都是娘子们亲自给我烤，如今叶小子，你还吃不吃？不吃还给我！真香啊！要不是老夫我亲眼看到你的实力，我怀疑你就只会油腔滑调，不务正业。说正事，再有1天我们就到界海了，有信心打碎天柱吗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在你的记忆里有大罗金仙做到过，别人能做到，我同样可以做到，放心吧。罢了，等你试过再说。睡觉了，叶小子，希望你可以成功。过了今夜，你我恐怕再难一起聊天了。2界合一意味着只能存在一个天道，老头子我又怎会是他的对手？为了芸芸众生，值了。天帝，你准备好了？小爷我将亲自操办你的超脱仪式，不过这次不是长生，而是死亡。本君等着你来杀我。有意思，自主意识显化吗？小爷我非常期待和你见面的那一天，就是不知道仙界天道是不是也是老头子模样。话说你们俩都是天道，该不会是亲兄弟或者亲兄妹的关系吧？不枉我费尽力气寻得这大罗神物3宝葫芦，有了它便可直接将下界天道炼化，不然就算打死那个老东西都没用。大道规则，同为天道，不能相互吞噬。父亲，你的死会助女儿超脱，也算有些作用了。那就是天柱支撑着仙界不落下来，同样也隔开了仙凡。下界的人想上去，只能不断提升境界，最后飞升。你是天道，
该不会柱子是你立的吧？我没有这个能力。这个纪元开始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存在了。至于谁立的不重要，你只需要打碎它，结束一切就可以了。老头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怎么一副生离死别的表情？臭小子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老头子，我还等着你打碎纪元节，我好多活些时日呢。快动手，让老头子我看看你比大罗金仙强多少。你没骗我，老头有什么顾虑就说，小爷说不定可以帮上你。野小子，我发现你真的磨叽，还打不打？不打我们回去了。一个破石头，看小爷一拳打碎你！叶小子，好像没打碎啊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没理由不碎的呀，老子现在一拳可以秒杀大罗金仙，不会失手啊？难不成刚才没用力？我靠，碎了！父亲，别来无恙。怎么是你？怎么可能？我上次明明连你本体一起打碎了。文清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他不是温情，他是仙界的天道，而温情只是他的一道邪念转世身。这一回明白他们为什么是一个样子了吧？那他刚才叫你父亲是怎么回事？你就是这一纪元的气运之子吧？你问的，我可以给你解答。当纪元重启新世界的时候，最先产生意识的天道需要剥离自己的一部分去喂养其他沉睡的天道。目的是为了唤醒他，以保证新世界规则快速稳定。而喂养我的正是眼前这个老家伙，所以叫他一声父亲不过分。当然，这一纪元我只会叫他2声父亲。第一声是他唤醒我的时候，第2声是送他上路的时候。父亲，你会牺牲自己弥补我缺陷的，对吗？你女儿很快就可以超脱了，不用死在纪元节之下。你所付出的一切是值得的。其实我已经做好打算牺牲了。就算你不来，等2界融合，我一样会被你吞噬。我靠，你果然有事瞒着我！你早就想好去死了。放屁！能活着谁想死啊？这不是没办法吗？2界不融合，你怎么找天地？我这是死得其所。杀天地就凭他？父亲，你也太小瞧温良君了。这个纪元刚开始100年，温良君就成就天地，没有纪元在身，可能吗？连我都看不清实力的人，你不会真以为大罗金仙的境界可以挡住他？不可能，一个纪元只会出现一个气运之子，没有气运傍身，根本到不了大罗金仙。他若是有混沌之宝呢？完蛋了，我们没希望了。童子，快出来！我听到你同伴的消息了。本系统有必要跟宿主解释清楚，除了我，其他任何宝物都不是混沌至宝，他们是后天孕育的，最多算是伪混沌，跟我不是一个等级。这样啊，那小爷就没什么可担心的。父亲，是你自己进去，还是我帮你？连大罗金仙级别的宝物你都寻得到，为了吞噬老头子，看来你筹划了很久。总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嘛。你看，邪念体一死，这不正好用上了？父亲，你应该知道，在3宝葫芦面前是逃不掉的。自己进去吧，给自己一个体面，也是女儿我给你的恩惠。叶小子，老头子不能看你打碎纪元节了，永别了。你知道我可以一拳打碎你女儿的，为什么不让我帮你？你见过父亲找人杀自己女儿的吗？对了，你还没有孩子。这一方面，老头子我比你厉害。叶小子，老夫求你最后一件事，最后再杀他，是我做父亲唯一可以帮他的。还想杀我？能找到我本体再说吧。等我补全了自己，我的实力将会再上一个台阶。叶尊，下次见面就是你的死期。别下次，现在就见吧。叶尊，你疯了吗？贸然让2界融合，你就不怕世界崩塌吗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能杀你就足够了。老头子人不错，小爷让他活着，他就必须活着，谁反对都不行。放肆！什么人敢打碎天柱？气运之子，是你！1天后，本君晋升大罗金仙，是你的死期。天帝，快救我！我的本体就要被气运之子拉下去了。恕本君无能为力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，让开。温良君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我活着，你才更有把握度过纪元节。我是天道，对于纪元节的了解要比你多得多，但凡出现一点差错，你都会失败。说到这，你倒是提醒本君了，你死之前还是要把你的记忆复制出来。
沌的气息，它是混沌之宝。聪明。本君不需要合作伙伴，待我谋得这一纪元的所有气运，就是本君超脱之时。给小爷滚出来！不，爷尊，我认输，我用温良君宝物的信息换我一条命。小爷不需要，去死！老头子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为了不让你难过，等小爷打碎纪元劫，再将你放出来吧。嘿嘿，你看我多善解人意，快落下来了，天帝，小爷马上就能找到你，系好脖子给我等着。最多1个时辰，2界的天将会彻底融合。这一次，该和天帝有个了结了吧？按照天道去借海钱的说法，纪元节也是今天到来，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。夫君他能顶住吗？马上你们就知道了。本君已成大罗金仙，今日覆灭尔等，彰显本君之强大。还以为你会当缩头乌龟一辈子呢，倒是省去小爷很多力气。天帝，可感谢小爷一拳。本君活了将近1个纪元，从来不会让别人，当然也不会小瞧别人。你我使用最强一招，胜者才有资格活着。对于小爷来说，你接不接都一样，结果只能是死。天地神拳！此塔名为混沌塔，可以吸收任何攻击。本君看你如何破得了。为混沌之宝而言，在小爷面前就是一块废铁。不，我的混沌之宝！检测到宿主成功击败天地和仙界天道，一拳秒杀能力提升至最高阶段，寂灭。夫君，天帝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还没有结束，纪元节也到了。这真是人力可以抵挡的吗？我竟生不起任何的反抗之心。夫君，尽力而为，不管是生是死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此生无憾。我也是。放心，大家谁都不用死，一块破石头而已。看夫君一拳破之。